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呢要看完11章最后一段，这一段是以什么为结尾呢？是以耶稣来警告法利赛人跟文士结尾的。那这一段呢，耶稣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他在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你们拿着知识的钥匙，可是你们自己不进去，也阻碍别人进去。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什么叫做知识的钥匙呢？就是你怎么认识这个知识，你对知识的认识，这个叫知识论哈。你对这个知识是有怎样的认识？那在圣经里面是对知识这件事情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是知识？你怎么认识知识？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知识就是1加1等于2的是知识物理知识、数学知识，我们生活常识这些是知识。好像是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些物品或者是一些东西。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知识的时候，讲到你认识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在讲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什么东西，它是在讲一种关系。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是希伯来文化里面提到的知识。他们当这个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的时候在希伯来这个原文里面，他用的就是认识就是知道。所以在圣经的知识论里面，知道这件事情是被形容于一个，就是说这个夫妻之间最亲密的这种关系里面，它是用知道、用认识来去描述这个夫妻里面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独有的一件事情。你发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知识是跟什么联系到一起了？是跟关系，是跟关系联系到一起的不是。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信一个什么理论，信一个教义，信一个别人的一个什么宗派。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指向什么？是指向一个人，这个很关键待会儿我们就会来看。那在这里面就提到三种知识或者是这个知识论。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也有知识，可是他们是什么呢？假冒伪善的知识这耶稣批评他们的。第二个就是律法师，他们的知识是什么呢？是误人子弟的知识。而我们所讲的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拥有着那终极的知识的钥匙，或者说他才是那终极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是可以救你的，这个知识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不讲知识我们是讲知识，只不过这个知识不是我们课堂上学的这些所谓的知识，它是指向跟一个人的关系，它是关系性的。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知识。那有个法利赛人就请耶稣去吃饭，耶稣就去了。去吃饭的时候呢，法利赛人看见耶稣不洗手，他就很诧异然后呢，主就责备了他。所以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耶稣去吃饭，然后不洗手，然后引出下面的这个耶稣的教导。那我想问大家，吃饭洗手这件事情好不好你们都吃饭都洗手，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在当时中东他们没有筷子，他们不用筷子，他们吃饭就全用手抓了，是吧？你必须得洗手洗手不健康，对吧？但是耶稣没有洗手，这个不仅是健康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法利赛人来说，这个洗手是一种洁净的礼仪。直到今天呢，你知道穆斯林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礼仪，洗手的礼仪。他们洗手可讲究了，从哪个手指洗到哪个手指，都很清楚要怎么洗。所以那个不是我们讲的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洗一下为了这个食品卫生，不是这个意思。对于法利赛人来说，那个不仅是卫生的问题，那个更重要的是一个律法的问题。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从来没有提到说你吃饭要洗手。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把这些口传的律法也把它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律法，就是说你吃饭前要洗手，而且要怎么洗，是一个洁净的礼仪。所以耶稣去了他们家吃饭，他没有洗手。我想问大家是不是耶稣这样做
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好了，你看耶稣吃饭都不洗手，所以你们吃饭都不要洗手。耶稣是，你看，耶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录耶稣吃饭洗手，但是唯独记录了一次耶稣吃饭就不洗手。那你是不是要效法基督嘛？学基督的样子，也不要洗手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经文背后的东西。你不是字面上说啊，你看耶稣吃饭都不洗手，所以我们吃饭都不要洗手，而是背后他为什么不洗手？耶稣难道认为吃饭洗手是不对的吗？如果吃饭洗手不是不对的，为什么他不洗手呢？这个你就明白当时的背景是因为法利赛人觉得你吃饭不洗手违背了这个律法的规条，所以耶稣在这里吃饭不洗手，其实呢他是故意的你知道吗？他就是故意挑战法利赛人。所以你看耶稣去治病的时候，他都是故意挑在安息日治病，他故意去在安息日好像来触犯安息日的条例，让他们这些人受不了，对不对？他们就觉得哇，耶稣你怎么吃饭不洗手？所以主在这个当中就指出说，你们呢只知道把外面洗干净，可是你们里面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所以他说无知的人，你看这里有提到知识，跟知识相关了你到底知道的是什么？你所知道的就是吃饭要洗手，我要遵行律法的规条。可是你真的是有知识的吗？他说无知的人照外面的也不照里面吗？你到底看重的是外面还是里面呢？你只看重的是外面的这个规条，可是你里面的心怎样？你外面是洗干净了，可是你的心洗干净了吗？没有，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邪恶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有知识，他们的知识是说十诫我都会背，不可杀人这个吃饭要洗手，这些我都能遵行，我都知道。可是他们是一种怎样的知识呢？是一种假冒伪善的知识。什么叫假冒伪善呢？就是他们装的他们是好人，装的是善的，装的是好的，可是他们的心里面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的心里面是邪恶的。你说法利赛人他们知不知道不可杀人？当然知道，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背十诫，这个是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对不对？可是他们想不想杀耶稣？他们想，他们最后借刀杀人，他们借着罗马来去杀耶稣，对不对？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心里面，你说外面说我看我没有杀人，那耶稣不是我杀的，是罗马这个比拉多杀的可是上帝看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就是想杀他，可是你说我们的律法要求我们不能杀人，那我就借刀杀人。可是在神里面来看，你的心是邪恶的，你外面装的再好有什么用呢？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多的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内心你说至于外在的东西，洗手是不是好事情？当然是好事情洗手当然是吃饭前洗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耶稣故意这样做，就是要挑战他们说，你看你到底关注的是什么？如果你只关注外在的东西，不关注里面的东西，那个就麻烦了。所以耶稣这一段里面并不是鼓励我们大家吃饭不洗手，而是要鼓励我们关注我们内心，外面是洗干净的，我们的里面呢？里面有没有洗干净呢？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耶稣就这个指出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这个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1/10这是讲到11的奉献，这个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清楚的规定，他们的确也做了这一点呢。耶稣也承认了说，这个是你们当行的，这个没有问题。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们11奉献而批评他们，上帝批评他们的地方是什么？你虽然11奉献做了，可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喜爱在人街市上问你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所以这里又提到知道的问题。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了你内心，你是不是爱神？
你外面是献上1/10，你外面是祷告，站在马路路口让别人都看到你在祷告，可是你心里面怎么想？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出于爱神而这样做，还是因为你就是想在别人面前让别人夸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让别人觉得啊你是他们喜爱会堂的守卫？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的安？它里面是一种自私和骄傲，是觉得你看我做的比你们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这种在人面前装的啊这种假冒为善的样子，可是在神面前你的心怎样，你自己心里清楚。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说这就像不显露的坟墓，人们是看不出来的，别人不知道。就像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吧？你看他平时都做得很好，可是他心里面怎么想你不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可是神能看出来。而且耶稣说你就像什么呢？不显露的坟墓，外面装饰得很好，外面看不出来是坟墓，可是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的知识层面，我们要在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展现出，才能活出这样的爱神和爱人的事情。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知识，不是他们不知道律法，不是他们不懂怎么样奉献1/10这些，他们知道，可是他们的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来爱神，他们还是求人的荣耀。所以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我们看重什么？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教会的同工，他以前做过这个财务，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都不知道，这个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看大家都是很好啊，特别感恩啊，看大家都是特别爱主的人。可是直到我来服侍做了财务执事之后，我开始看人眼睛变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谁奉献谁不奉献，他一下子就被跌倒了啊。然后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们11%都奉献，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毛病啊。可是人呢，如果你只看重这一点，你只看重说这个人怎么不奉献，这个人还在服侍，他们不奉献，你心里面就开始这个起了论断。后来他不干了，后来那个教会的财务同工就一直干到今天，换了一个人一直干就不知道在别人在干了。为什么？就怕给别人又带来这个这个一些所谓的这跌倒吧，绊倒别人那个人心里已经够强大，他已经不 care 了，无所谓，谁不奉献谁奉献啊。但是这里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重什么？如果你只是看重说，你怎么11没奉献当然那是你们当行的，可是你要更看重的是那不可不行的是什么？那公义和爱神的事情你没有做，对不对？那个才是神所看重的更重要的事情所以11奉献是你们当行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你内心是不是真的爱神。如果你只是外面展现出你看我这个也做了，我来聚会了我来服侍了，可是你的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诡诈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其实也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看待这个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关注他的内心，你不要只看他干了一件坏事，打了弟弟或者怎么样，或欺负别人，你要想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只关注他的行为，你不关注他内心是怎样的，他内心是不是有一些邪恶的念头，他的内心是不是良善的，这点你不去关注，你只关注外在的行为。我并不是说外在的行为不重要，而是说你不能只关注外在的行为，不然你就会变成法利赛人，你就亲自把他培养成一个法利赛人。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的爸妈只关注我的外在，只关注我的行为，我只要外在做得好，在他面前过得去就好了，我心里面怎么想哪怕我有很邪恶的念头无所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他并没有批评法利赛人这个奉献的问题，对不对？他说那是当行的，你们当行的。可是耶稣所批评的是他们一种假冒为善，他们觉得他们奉献了，他们外面做了好了那我就是善的了，我就是好的了，上帝就接纳我了。不是的，上帝的要求更高所以你说我奉献，我又心不甘情不愿，那我还要奉献吗？那当然也要奉献，那是你们当行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说，那你如果
你知道你又心不甘情不愿，你又不奉献，我告诉你，连法利赛人还不如。因为法利赛人至少他内心邪恶，他还去做，至少是不是嘛？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这是法利赛人都假冒为善，不要我们讲的好听可是我们心里面不这样想的，那你的言行不一致神能看到你的心是怎样。外面人看不出来，外面说这个人很好他又服侍又怎么样，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内心，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律法师，律法师就不高兴了，他说耶稣你这样说话把我们也糟蹋了。结果耶稣马上转过来也责备他们，你们也有祸了，你们的祸其实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律法师跟法利赛人他的角色不一样。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平信徒的领袖，他们是努力的去遵行神的律法，而律法师的角色是什么呢？他们是去解读神的律法，就是说他把神的律法拿来，然后告诉百姓说你们要怎么去做，神的律法是这样要求的，你去这样做。然后法利赛人他们就努力去做，他们带头带着百姓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律法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他们负责解读神的律法。可是问题就在于呢，他们解读的有问题，他们误导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就是说你解读出来一大堆不是神让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你人的一些想法，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就像我说吃饭洗手怎么洗，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然后你自己解读这些东西，然后你还让别人都去做这些事情，结果你自己也不做，你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动而且别人要去遵行神的这个真正的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你还怎么样？你还逼迫他们这个是更可恶的事情所以律法师他们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传递的这种知识本身就是误导别人的，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传了一个另类的福音。而耶稣呢，却对这样的人呢就说什么？说你们要受审判的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耶稣说，神用智慧称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然后他说，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开始。你看上帝还做记录的在那里他记录了谁谁谁每一个人为神的福音所摆上的、所奉献上的生命的代价，上帝都记录了。从亚伯开始到撒迦利亚，他说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真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知识的钥匙就是他们负责要解读神的律法，解读真理。他们不仅解读错了，把别人引到这个邪路上。那些想走到正路上的人，他们自己不进去，他们还要去拦阻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有祸了，神要审判你们，这是犯罪，这是得罪主。这个其实跟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我们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忠忠心心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读，不要误导别人。你说怎么误导别人我们其实会经常误导别人。我还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亲戚，我家里面人都是基督徒，他还没有信主那这个我当时外婆也是基督徒，就对他说，他经常考试考不好，然后就说你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就能考试就考好了他还说你看那个谁，就是说我说你看龙龙我小名叫龙龙，我是龙年出生的，你看龙龙他就你看他信主这考试上帝就帮助他。后来呢，我这个亲戚呢，我也跟他说，我说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真的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有一次当家里面人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跟他也在一块，那他就哭了，你知道吧？他哭的时候，他就说我祷告了，可是我祷告我还是没考好，我好几次祷告没有祷告我还考得不错呢。他就很伤心，他真是这样相信的。其实这样就有点误导别人，对不对？谁说的你祷告了你就能考试考得好？然后呢，你告诉他你祷告了你就考试考得好，你就可以什么做得顺利，结果不是这样的，那你不就是误导别人吗？对不对？不过感谢神，他现在也信主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去
传递神的话语、传递神的知识、传递神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如果你如果讲的不对，这个神要审问的。甚至你看这些律法师，他们还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对不对？他们还觉得这个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我又不是法利赛人啊，结果耶稣责备他们更厉害，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你们乱解神的话语，而且那些真正要追求神的，你还拦阻他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好的忠忠心心的传，因为我们也拿着这个知识的钥匙。你如果误导了别人，别人真的就这样信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8节里面讲得很严重啊，他说哪怕是天上的天使，如果传一个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福音，他都要受到咒诅。他说哪怕就是天使讲错了，他都要受到咒诅啊，更何况我们呢？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啊！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在现在的这个基督教当中，误人子弟的知识太多啊，那些所谓的成功的神学啊，你信主了，你就可以得到丰盛的这个物质的生活，对不对？你要不是说嘛，那所谓的你要visualize， 你要祷告啊，主啊，我要一辆车，要红色的，要法拉利，要什么型号，多少排量的，这样神才知道给你这个车。如果你神没给你这个车，就说明你祈求的还不够 detail 啊，你要祈求要特别具体才可以，就是这样教导啊，是不是？那你这样，你不是误人子弟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呢？圣经如果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就不能这样去传。啊，这是律法师的问题。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拿到神的律法要求我们去行，可是呢，他只关注外在的行为，内心呢不是这样去想的。啊，这是假冒为善。律法师的问题是从源头上出了问题，他对圣经的解读就有问题，误导别人，那这就是得罪神。而耶稣基督呢，才是那终极的钥匙。我们讲了，那个最终极的钥匙是谁呢？那个知识的钥匙是谁拿着终极的钥匙？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其实这里面讲到这个知识的钥匙，这个终极的钥匙，它是跟你的救恩相关的。讲白了就是基督自己。你如果不透过他，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知识；你如果不透过他，你就不可能被拯救，你也不可能明白真理。而你看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真理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没有因为耶稣的责备就悔改。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从旧约到新约，不管是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还是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责备，他有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耶稣责备他们是希望他们悔改。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它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有一个这个牧师有一次跟我聊，他在网上有听过我讲道，然后就说，他说，你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把大家都当成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在骂他们？我说没有，我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法利赛人了，对不对？我看来看去也没看哪个像法利赛人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这个当中会犯跟法利赛人同样的错误，我们会犯跟律法师同样的错误。所以你不要说，那上耶稣是批评法利赛人，不过这跟我没关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假冒为善，我们也会假冒为善；他们把圣经解读错了，我们也会解读错了，我们也会误导别人，对不对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不仅只是说，那跟我没有关系，那是法利赛人，那是律法师，我们要引以为戒。你看他们得到耶稣的这个责备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内心，不仅不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反倒呢，他们还极力的催逼耶稣，让他多讲话。为什么呢？言多必失嘛，是吧？我就抓你的把柄。
所以你看，耶稣去法利赛人家吃饭，那可是鸿门宴，对不对？那不是一般的吃饭。法利赛人为啥请他吃饭？你想想，就是抓你的把柄，而耶稣呢，就故意把把柄露给你，来了就不洗手，我就要冒犯一下你，是不是？所以耶稣是故意的所以你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吃饭要不要洗手这件事情上面，关键是在于那个背后的动机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他是要挑战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你外面光冕堂皇、光鲜亮丽的，里面呢都是这个邪恶，对不对？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终极的钥匙，这个知识，我们又回到一开始讲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知识是什么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对他的认识。那保罗呢，他说你们念了我写的这个信就能够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且也是我刚刚就提到这个圣经独特的知识论，在东方和西方对知识对真理的认识都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就是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地方。你的知识是跟谁联系到一起的？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不是我信的一套理论、一个概念、一个什么假说，对不对很多人在争论什么进化论创造论你信的是一个理论，你信一个假说。可是我们基督徒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这个人是谁，这个很关键。你对主到底认识有多少？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就叫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上个礼拜唱了是吧？感谢主这个是圣灵感动我应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改变。他以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他信的东西吗？他信的律法的规条他都会背，是不是？他信的这个这个他们这个不同的派别，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他都搞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知道他以前所信的都是一些规条，信的是一个宗教，他不是信的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最后发现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是一套理论，我们信一个宗派，我们信一套理念，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信的是谁。这求神怜悯我们然后他说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当我们真正的搞清楚我们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才能搞清楚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你才能够知道神所托付给你的是什么，你这辈子活着的上帝所给你托付的交托给你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不然的话就会像一个陀螺在那空转，你每天忙得要死，天天上班下班，天天做很多事情，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目的地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保罗在没有认识主之前，他有知识有文化，他什么也都，可是他不知道上帝托付给他要做什么。直到他见到主，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认识主之后，他才真正的知道神所交付给他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钥匙，才是那真正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是可以救我们的。进化论没办法救你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没办法救你的，什么数学上的理论、物理上的理论没有办法救你的，只有耶稣可以救你。所以如果你对耶稣不认识，你不了解他是谁，你发现耶稣讲的话怎么听得那么刺耳，那么别扭，那就表明你根本都不认识他。法利赛人跟文士面对耶稣基督，他们的反应不是教导的问题。你说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说要关注你的内心当然，是不是？以西结也说了，神要把你的实心换个肉心，对不对？把律法刻在你心里。神难道在旧约里面到处说这个你们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神真的是喜爱祭物吗？神喜爱的难道不是你的心吗？圣经旧约里面有没有？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
耶稣从来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耶稣就是在强调旧约里面神的这个要求，可是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为什么听不进去？不是因为这个不是真理，而是因为他们就是看耶稣不爽，他们就是不接纳耶稣，所以耶稣讲的所有的东西他都不接纳。可是你要知道，你拒绝了耶稣，你就是拒绝了那唯一的真理，你拒绝了唯一的打开那知识的钥匙，那你就会成为耶稣口中所说的你这无知的人。甚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最后我来简单总结：第一个，你有知识没有行出来，跟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圣经里面写的这么多东西，不是让我们去学，就你知道现在学神学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学一大堆知识，一大堆理论，可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跟这个你所学的东西有没有跟这位主建立真正的关系？你有没有活出来？如果没有，那就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讲一套做一套，对不对？哪怕法利赛人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做不到。”他那个时候就不是法利赛人了。你还记得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法利赛人祷告，我什么都做到了，1/10奉献我照顾穷人怎么样那个罪人说什么？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耶稣就是夸奖这个罪人，对不对？神看重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加入了认罪宣誓的环节，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认罪呢？那我就要反问，为什么不认罪呢？难道认罪刺痛了你的心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道就像2刃的利剑，把你的骨髓骨节都刺开，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他就是要把你刺透。如果神的话没这个力量把你刺透，他就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他就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重新的悔改，你的生命就不可能复兴。所以我们讲的知识绝对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们认罪吧，你们悔改吧，你们去读经吧，你们祷告吧，你一定要去做。你不从内心发自内心去做的话，你的生命永远没办法成长。我再说，撒旦不怕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知识，其实魔鬼对神的知识比我们多得多雅各书里面说，魔鬼信不信神他都信，我告诉你，他能不信吗？可是他害怕。魔鬼对圣经的熟悉可能超过我们，他对耶稣试探的时候，他就用圣经的话来抵挡耶稣。他不是没有知识，可是他的知识跟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邪恶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行出来，不然就会变成法利赛人。第二个，如果你阻碍别人去认识神，你要受更重的审判。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对律法师的一个这个警告，对不对？你们有祸了，你们不仅自己不进去，不好好去认识神，你还别人要进去，你还阻碍别人，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做同工的，要更加谨慎我们自己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说，你们这些不要做多人的师傅，对不对？不要老是你要知道你有责任的，你传讲神的话，如果你讲错了，如果你误导别人，你误人子弟，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不能传另外一个福音。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老是为了就是骗他们说你祷告神就听你怎么样你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真理，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后讲的最关键的。你要引导你自己，引导你的孩子，引导你的家人，我们所有人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才是我们最终极的这个知识的钥匙。你只有透过他，你才可以打开整本圣经，你才可以明白神创世以来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你才可以明白神的奥秘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宗教徒，我们可以做一个宗派的一个领袖，我们可以每天就是这样过我们的生活，可是到最后你不认识基督的后果是什么？你就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聚会，奉你的名医病，对吧？主说我不认识你，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为什么不认识你？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对主
有更深的认识不仅是知识上的，更是我们生命当中因为这个知识它可以拯救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